很多人天天吃轻食喝奶养生，却常年关节痛、肠胃胀、反复发炎，根源根本不是上火，而是体内寒湿困住阳气。今天我们结合传统的中医思路，拆解5种全网追捧的健康食材暗藏伤身隐患，讲清慢性炎症真寒假热的底层逻辑，教大家靠日常饮食温阳散寒，养好脾胃。所有内容仅做中医理论科普探讨，身体存在病痛一定要及时找专业医师面诊调理。各位叔叔阿姨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养生分享。咱们国内南方大部分地区常年多雨潮湿，一年四季空调不离身，街边奶茶冷饮随处可见。不少中老年朋友为了调养身体，每天坚持生吃蔬菜沙拉，长期冲泡植物奶补充维生素，以为这样就能抑制身体炎症，补足营养。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身体状态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整日浑身乏力，提不起精神。吃完饭肚子持续胀气不消化，一到换季关节酸痛反复发作，过敏性鼻炎、皮肤湿疹也隔三差五找上门。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严格按照网红养生方法生活，为什么身体问题反而越来越多？这就藏着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踩中的养生误区。传统中医早就点明，市面上流传的各类网红养生食材，对于本身脾胃虚寒、体内湿气偏重的普通人，只会持续加重身体负担。大家肉眼可见的各类慢性炎症，表层看着是燥热上火，内在病根却是寒湿堆积，阳气运转受阻。接下来我们会用通俗直白的生活案例，拆解倪师针对5种热门健康食物的独到看法，解开为什么平平无奇的白米饭才是养护脾胃、充盈肾气的绝佳主食，带着大家跳出西式营养思维，建立适配国人湿热体质、贴合本土生活环境的传统中医饮食观念。提前和大家说明，本期所有内容只围绕中医理论做交流探讨，不能替代专业诊疗。身体出现不适症状，请一定要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咨询医师，不要自行照搬饮食方案当作治病手段。生活里大家去医院就诊，不管是中老年高发的膝关节慢性炎症，换季频繁发作的鼻炎，还是上班族压力诱发的肠胃炎症，西医检查报告上总会标注发炎相关字样。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，炎症代表身体正在遭受外界病菌、刺激物侵袭，体内白细胞会主动对抗外来有害物质，随之产生红、肿、发热、疼痛4类典型表现。临床常规处理手段大多是开具消炎药、抗生素，严重时会使用类固醇，核心目的就是快速压制体表的热痛反应，强行熄灭这股表象之火。倪海厦老师对于炎症的解读却和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。他提出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核心观点：绝大多数久治不愈的慢性炎症，本质都是真寒假热。想要读懂这个概念，我们先要搞懂中医养生的核心根基阳气。大家可以把阳气理解成身体自带的宫殿热源，是支撑全部生命活动的内在太阳。日常气血循环、恒定体温、5脏6腑平稳运转，全部依靠阳气持续推动。而倪师反复提及的脾胃，就是这套宫殿系统里的发电机、变压器。我们一日3餐吃下的所有食物，都要经过脾胃消化分解，才能转化成气血，输送到全身各处。如果长期居住在雨水充沛、湿度偏高的区域，或是长期处在室外闷热、室内低温空调的温差环境，很多人会持续出现身体沉重、四肢发懒的感受。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寒湿堆积。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讲解这套身体运转逻辑，人体周身的气血经络就像一座城池地下纵横交错的供水管道。当体内阳气充足温热，管道内的气血流动顺畅无阻碍，不会出现淤堵问题。可如果天生脾胃功能偏弱，或是常年饮用冰水、长时间吹冷气，持续损耗阳气，整条气血管道的温度会不断下降，管道弯折狭窄的位置就会慢慢凝结冰霜。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寒凝。管道内部一旦结冰，气血、气机流动直接受阻，慢慢形成血瘀、气机淤堵，人体自带的自愈机制
不会放任淤堵持续加重，会调动全身积攒的阳气，全部涌向结冰堵塞的位置，依靠热量融化淤积的寒气，大量阳气集中在狭小淤堵点位，不断冲撞摩擦，局部就会产生明显燥热感。这份局部燥热对应西医检查，就是白细胞数值升高，局部红肿发热，也就是我们切身感受到的各类炎症。现实里，绝大多数人只盯着表面的燥热症状，直接判定自己体内火气旺盛，长期大量饮用寒凉青草茶，持续服用消炎类药物，这样的做法会带来难以逆转的身体损伤。就好比看到水管结冰处冒出热气，反而往整条管道灌入冰水，体表红肿疼痛或许会短暂缓解，管道内部的冰霜只会吸收更多寒气，凝结得更加厚实坚硬。这也是无数中老年人关节炎症越吃消炎药痛感越强，后期关节逐渐变形的根本原因。诱发炎症真正的病根寒湿没有得到化解，消炎药自带的寒凉属性反而把寒湿牢牢锁在体内，持续加重内在淤堵。这样的生活案例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，不少长辈总觉得口干舌燥、内心燥热，频繁购买街边青草茶日常饮用，喝下的瞬间确实清爽舒服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胃部却时常闷胀隐痛，脾胃虚寒的情况持续加重，完全陷入越降火、身体越虚弱的恶性循环。从中医治胃病的角度来看，长期处于真寒加热的身体状态，本身就是身体发出的强烈预警信号，提醒我们体内阳气亏虚，寒湿淤堵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程度。我们客观对比现代医学理论，西医认定炎症是免疫系统抵御外界伤害的防御机制，跟传统老中医所说身体调动阳气融化寒凝的底层逻辑存在相通之处。但现代医学治疗思路重点在于抑制引发疼痛的炎症介质，比如前列腺素这类物质，单纯压制外在疼痛症状。传统中医则从人体整体阴阳平衡切入，给出完全不同的治本思路。既然局部燥热是身体为融化寒凝自发产生的自救热能，我们该做的是辅助身体化开淤堵的寒湿，而不是强行扑灭这股珍贵阳气。这也是倪师反复强调治病养生必须治本的核心逻辑。想要化解体内日积月累的寒冰，核心调理方法就是温阳散寒。打个通俗的比方，就像潮湿发霉的房间，同时打开除湿机，调高室内暖气，空气中的湿气自然消散，管道里凝结的冰霜也会慢慢融化，气血管道恢复通畅，阳气能够顺畅流转全身，原本集中在淤堵位置用来破冰的燥热自然消散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从根源消除炎症，同时同步提升身体自愈能力。对于常年身处多雨潮湿区域的居民，环境自带湿气是先天的身体负担，寒气和湿气相互交织，堆积在肠胃形成顽固湿毒，对身体造成的损伤会长期持续，难以清除。老中医多次提醒，现代人无节制使用空调，频繁饮用冰饮，等同于人为在身体内部制造冰河环境，持续消耗先天本源阳气。只要我们守住脾胃消化功能，护住体内命门之火，让身体内部长期维持温热稳定的状态，各类慢性病症、反复炎症都很难找上门。当然，我们看待倪师这套理论也要保持客观理性。倪师对消炎药物的批判建立在中医阴阳平衡的理论基础之上，针对急性细菌感染、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，西医抗生素、消炎药物具备无可替代的急救作用，不能全盘否定现代医学的价值。但针对常年反复发作、久治不愈的慢性炎症、寒湿淤堵、阳气亏虚这套理论，能够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调理思路。往后大家身体出现炎症反应时，不妨简单自查两个细节：第一，手脚是否常年冰凉，秋冬季节畏寒格外明显；第二，肠胃是否经常消化不良，饭后腹胀，大便不成形。如果两项特征全部符合，这就不是单纯上火需要降火，而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提醒我们及时补充体内阳气，化开堆积已久的寒湿淤堵。这就是老中医留给大众最实用的养生思路，
顺应身体自然运转规律，以整体平衡的视角养护健康，不需要复杂难懂的专业化学数据，守住体内阳气，远离各类寒凉刺激，让温热气血畅通全身，才是长久健康、延年益寿的根本路径。弄懂炎症、阳气、寒湿的底层运转逻辑后，我们再来逐一拆解市面上热度居高不下，被全网大众贴上健康标签，却会悄悄损伤脾胃阳气、加重体内寒湿的5类食物。中医一生都在推广传统经方与顺应自然的养生理念，他们对日常饮食提出严苛要求，最终目的都是守护人体仅存的珍贵阳气。对于常年身处潮湿环境、消化能力逐步衰退的中老年群体，重新审视日常餐桌食物，是养护身体必不可少的一步。第一类，我们来讲全网公认的营养圣品牛奶及各类乳制品。大众普遍觉得牛奶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，日常饮用可以补充营养，舒缓身体炎症。老中医却提出，牛奶是近代流传最广、误导无数普通人的养生误区，经常用自然界固有规律科普。自然界里没有任何一种成年动物会持续饮用其他物种的乳汁。牛奶本身的作用是快速帮助小牛快速生长增重，内部含有浓度极高的生长因子、厚重难消化的酪蛋白，对于消化功能完全成熟的成年人，尤其是50岁以后脾胃机能持续下滑的中老年朋友，牛奶里的酪蛋白很难被脾胃完全消化吸收，在中医概念中无法被身体代谢转化的粘稠物质统一称作痰湿。这里要和大家清晰区分，中医所说的痰湿不只是感冒咳嗽咳出的痰液，是宽泛的病理概念，指代体内水液代谢失衡后堆积形成的粘稠代谢废物，会跟随气血流转到全身各处。你是临床长期观察发现，常年饱受鼻炎、哮喘折磨，皮肤反复爆发湿疹、闭口粉刺的人群，绝大多数都有每日饮用牛奶的习惯。从中医性味角度来讲，牛奶属性阴寒，会直接损伤脾胃生发阳气的能力。脾胃阳气不足，没办法化开牛奶带来的粘稠痰湿，痰湿就会停留在身体各处缝隙持续堆积，日积月累，逐步形成各类囊肿、子宫肌瘤，甚至诱发更为严重的身体结节问题。国内潮湿多雨的地域，很多长辈听信补钙宣传，每天清晨空腹喝冰牛奶，忽略本地空气常年潮湿，这种寒上加寒的饮食习惯是造成全民阳虚体质的核心诱因。现代营养学对牛奶的评价呈现多元分化，虽然营养学主流宣传牛奶的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价值，但近年来医学界大量研究证实，人群普遍存在乳糖不耐受问题，乳制品中部分成分还会诱发身体促炎反应，这和中医提出的痰湿淤堵理论在临床观察结果上高度重合。第二类需要警惕的食物是现代改良小麦制品，很多人内心都会产生疑惑，面包、面条作为传承数千年的主食，为什么老中医会将其归为伤身食物？中医指出，市面上流通的现代小麦经过多代基因改良与杂交培育，虽然亩产产量大幅提升，麸质含量也同步翻倍上涨。这类麸质进入肠道之后，质地如同难以清理的强力胶，对于脾胃虚寒的人群，面粉制品下肚后会在肠胃凝结成一团黏腻物质，阻碍全身气机升降运转。很多人吃完面食之后，立刻出现头昏脑胀、四肢沉重乏力的感受。中医格外担忧长期食用改良小麦诱发肠漏症，也就是肠道黏膜出现细微破损，未完全消化的食物分子渗透进入血液，诱发全身性慢性炎症。这类问题在50岁以上人群身上大多表现为找不到诱因的关节酸痛、免疫功能紊乱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早餐三明治，超市欧式软面包，几乎家家户户日常都在食用。你是始终坚持对比改良小麦面食，白米饭才是适配东方人体质、滋养脾胃肾气的优质主食。第三类要避开的是超市售卖的工业精炼植物油。倪海厦老师十分推崇祖辈沿用1000年的猪油，天然动物油脂性质稳定，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脂肪高度贴合，
进入体内极易被识别、吸收利用。反观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葵花油、大豆油、芥花油这类油料，经过高温化学精炼加工，分子结构提前出现变质失衡。中医认为，变质油脂进入人体后，会持续攻击全身细胞膜，是诱发血管血瘀淤堵的重要元凶。现代医学相关研究也逐步佐证，工业种子油内含过量锰铬6脂肪酸，如果日常饮食没有充足锰铬3平衡，会持续刺激身体产生炎症反应。中医提倡日常烹饪使用猪油，不只是看重油脂稳定性，从中医整体养生逻辑来看，猪油能够润燥补虚、滋养五脏。国内家庭烹饪大多习惯大火爆炒，选用性质稳定的天然油脂，是提前预防慢性病的基础养生手段。第4类是各类生冷食物与冰饮，这一条在中医的养生教学中属于需要严格克制的禁忌内容。老中医常用命门火形容人体生命本源，脾胃全部消化工作都要依靠这股本源之火支撑。各地奶茶冷饮门店遍布大街小巷，不少长辈点饮品时只会选择去冰，却忽略常温饮品依旧带有寒凉属性。老中医认为，每一口低温饮品下肚，都在直接浇灭体内维持生命运转的命门之火。胃部温度一旦低于人体37度标准体温，肠胃内所有消化酶都会停止工作，身体只能调动肾脏储存的珍贵元养，用来加温进入体内的冰水。长期持续这个习惯，会形成重度阳虚体质，外在表现为常年手脚冰凉、腰部酸软畏寒，多与潮湿地域寒气极易和外界湿气结合，形成顽固寒湿，成为各类慢性病滋生的温床。中医常说，戒除冰饮如同戒除成瘾物质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保护身体自愈能力最基础的要求。第5类需要控制摄入量的是过量含量高糖水果。本地物产丰富，各类水果经过人工改良，甜度越来越高。老中医提醒，绝大多数水果性味偏寒凉，果肉内大量糖分还会加重体内湿气堆积。很多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为了减脂瘦身，晚餐只吃水果代餐，长期坚持之后体重不降反升，每日精神体力持续变差。根本原因就是寒凉水果持续损耗脾胃阳气，身体代谢废物能力大幅下降，体内水湿无法正常排出。5种网红养生食材的隐患讲解完毕。中医的全部饮食观点核心都围绕大道至简4个字，希望大家抛开各类包装华丽的网红养生概念，回归温热纯粹的传统饮食模式。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理论虽然切入角度不同，但保护脾胃、维持身体内部温热平衡，是双方共同认可的长寿关键。读懂老中医的养生思路，我们才能带着觉知挑选入口食物，依靠温热气血滋养全身细胞，恢复身体原本的生命力。讲完5种需要减少食用的伤身饮食，很多观众会产生疑问，既然多种热门食物都存在隐患，我们一日3餐到底怎么搭配，才能真正实现养生调理？老中医一辈子都在强调一个核心养生理念：回归自然，回归传统，最重要的是回归养护气血的根本路径。老中医多次在公开场合为白米饭证明，当下受西式营养学影响，大量中老年朋友惧怕淀粉类食物，认定白米饭属于精制糖，会升高血糖，造成肥胖。可站在老中医的中医逻辑来看，白米饭位居五谷之首，是滋养脾胃、补充胃气的第一佳品。我们先要理清中医概念里脾胃的实际作用。脾胃如同身体内部的物资处理总站，不管大家吃下多昂贵的滋补品，多健康的生食蔬菜，只要脾胃失去运转动力，所有食材都无法转化为气血，只会变成肠胃代谢负担。老中医判定大米性为甘平，意思是大米既不偏寒也不偏热，入口微微甘甜，这种平格属性最适合补中益气。对于50岁以后消化功能逐步衰退的长辈，白米饭是最容易被身体吸收，不需要消耗大量阳气就能转化成能量的主食。老中医曾多次分享临床案例，人体中病体虚，连汤药都无法下咽时，一碗熬煮浓稠的热米汤，
往往能够稳住胃气，挽救身体。传统家庭里老一辈人生病体虚，都会熬煮白米稀饭调养，背后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智慧。对比糙米，全谷物粗粮，白米褪去粗糙纤维外皮。现代营养学角度，虽然流失少量微量元素，但对于脾胃虚寒人群，大幅减少肠胃摩擦负担，营养能量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。我们同样需要客观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结论，血糖异常人群食用白米饭必须控制单次摄入量，搭配适量优质蛋白与油脂，延缓血糖上升速度。但尼氏核心观点不能忽略，不要因为惧怕血糖升高就完全不吃米饭，长期缺少谷物滋养脾胃，气血生化源头会直接断绝，人体会持续虚弱乏力。紧接着我们来讲传统中医养生体系里最重要、最难坚持的一条准则：身体温度管控。老中医语气十分坚定地提出，戒除冰品要像戒除坏习惯一样坚决。他如此看重体温稳定，是因为人体全部内脏运转都依靠体内微弱的命门火维持。大家可以把命门火想象成燃气灶上持续不灭的火种，一旦这簇火种熄灭，全身所有生化代谢活动都会彻底停止。胃部消化食物就像铁锅生火煮饭，必须维持恒定温热环境。生活里随处可见长辈日常购买手摇冷饮，夏季直接从冰箱取出冰水大口饮用。老中医认定这类行为持续损耗先天阳气，每一口低温饮品进入胃部，身体都要调动大量元阳加温，长期下来脾胃持续虚寒，连带肾脏元气同步亏损。这也是很多本地人步入中老年后出现夜间频繁起夜、腰部酸软、重度阳虚怕冷的主要原因。中医提倡日常只饮用温开水，温开水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好的体内排毒饮品。稳定身体内部温度就是守护自愈能力的根基。多雨潮湿环境下，体内温度不足，湿气会持续凝结成湿毒，就像洗完的衣物长期不见阳光晾晒，很快发霉滋生异味。维持体内温热环境，等同于在身体内部升起一轮暖阳，体内湿气自然消散蒸发。想要主动提升体内温度，老中医十分推荐厨房随处可见的天然辛香料，生姜、大葱、大蒜都是日常温补好物。中医建议晨起最好的养生方式，不是空腹饮用冰咖啡，而是一杯温热生姜红糖水。生姜具备辛温发散的特性，清晨饮用能够生发一日阳气，驱散夜间堆积在体内的寒气。针对本地中老年人群，早起身体僵硬、手脚冰凉，都是阳气尚未舒展的表现。3片生姜加水煮沸，搭配少量红糖，喝下后身体微微发热出汗，就是阳气顺利通达全身的信号。老中医认为，这些随处可见的调味品是成本最低的治本养生药材，能够温暖中焦脾胃，疏通全身气血经络。现代医学研究同样佐证，姜纳素可以加快血液循环，提升基础代谢，和中医的温阳散寒理论不谋而合。这里也要给大家补充辩证提醒，如果本身属于经常口干舌燥、夜间失眠盗汗的燥热体质，生姜这类温性香料需要减少食用量，这就是中医辩证调理的核心意义。最后，老中医留给所有人最深远的养生启示，是治胃病的传统理念。在老中医眼中，养生绝对不是体检报告出现异常指标之后才匆忙寻找各类补品药物。真正的健康管理藏在每日3餐的饮食细节之中，日常主动减少损耗阳气的行为，多做健脾温阳的小事，就能稳步养护身体。他坚持大道至简的养生准则，复杂繁琐的营养学数据反而容易让普通人迷失养生方向。我们最简单有效的自检方式，就是感受身体吃完食物、喝完水后的真实反馈。一顿饭吃完，是浑身轻松精力充沛，还是脑袋发沉、四肢犯困？一杯水喝下，胃部持续温暖舒适，还是隐隐发凉发胀？这些细微的身体感受远比高价精密体检仪器的数据更加精准。本地医疗资源完善，多数人身体稍有不适就直奔诊所开药。老中医提醒大家，药物只能短暂压制外在病痛症状，长久健康依靠生活习惯的全面调整。
日常坚持温热饮食，适量食用平和谷物，小用葱姜蒜调和体质，就是养护气血的核心精髓。老中医的所有养生教导，本质是把健康掌控权交还到每个人自己手中，懂得敬畏体内阳气，细心呵护脆弱脾胃，身体自愈力会像春日野草一样蓬勃生长。这套养生思路不只是用来预防各类慢性病，更能让我们晚年拥有健康体魄、体面自在的老年生活。每一天微小的养生坚持，都是在为自身健康持续储蓄，依靠温热食物滋养全身每一寸细胞。这就是老中医留给普通人最珍贵的养生课程。看完本期完整讲解，我们梳理了老中医针对慢性炎症的寒湿核心理论，拆解5种披着健康外衣实则损伤脾胃阳气的日常食物。中医全程反复提醒，养生根本是守护脾胃阳气，不要盲目追逐各类网红营养数据。想要亲身验证这套中医思路的实际效果，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执行一个低成本调养计划，连续1个月完全戒掉各类冰饮，停止每日饮用鲜奶，坚持一段时间观察自身肠胃消化状态，日常体力是否出现明显改善。这套调养方法不需要花费高额资金购买保健品，只需要小幅调整日常饮食习惯即可。这里特殊提醒，患有重度高血脂、肝肾基础疾病的朋友，调整日常油脂、主食摄入前，一定要提前咨询专属家庭医师，不要自行更改饮食结构。下一期视频我们会继续深挖老中医的养生理论，拆解简单易执行的作息方案，教大家依靠日常睡眠养护命门之火。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在评论区打出保护阳气，和大家交流自身养生感受。这份简单的中医科普也可以转发给身边长辈亲友，帮大家避开养生误区。本频道全部内容仅为整理老中医先生中医理论进行科普分享，只适合学习参考，不代表老中医先生本人及其相关机构。所有内容均不能作为医疗诊断、治疗的专业建议。身体产生不适，请及时寻找专业医师对症调理。